好了，各位，迅雷不及掩耳就开了，下午的大雷雨把大家打得天翻地覆，但是依旧没有阻挡我拼了死命到办公室来的决心，所以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这么快快的开始啦。那很遗憾，今天的题目实在让大家笑不出来，为什么？因为看起来周一的台股状况不好啊，秋风秋雨愁煞人，下风下雨吓死人呐、5月25号，华为发表了韬定律，要把电路折成千层饼。同一天呢，台积电的员工啊爆料分红被砍了15%。对岸使出了绝招，把电路 folding 折起来，而神山准备，我先说，当时传出来的消息是准备，后来据说是没有，但有没有，我们大家拆解一下话术就知道了。那董事长的薪酬呢，要跟国外 CEO 看齐呀、各位先坐好哦，今天的万事通事务所会像云霄飞车一样起起伏伏，起起伏伏，让你开开心心。来，各位事务所同学晚安，我是朱学恒，今天是2026年6月7号，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华为韬定律的电路折叠跟台积电的红利，基层员工有没有受到影响？魏哲家的24亿薪酬加员工的分红占比从12%减到10%，9.1万人是没有工会的。我们会讲到韬定律、逻辑折叠、何庭波、TSMC 大小事、酷片、蔡力行。定场诗开始喽！韬光养晦折千层，神山自得砍红尘。对岸华为磨利刃，家中员工论输赢。7800分润薄，24亿涨中银。蔡家因见犹在目，5月27两朝生。嗨呀呀，嗨呀呀！来，各位，我们来好好讨论一下这件事情。为什么需要讨论？因为2026年5月25号，距离今天并没有很多天的时候，半导体业界发生了2件大事情，地方不同，但时间错不开。上海国际电路跟系统研讨会 ISCAS。2026年的主题舞台上 ，Keynote Speech， 华为董事长兼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何庭波站出来了。他讲了一个题目叫“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他发表了一个新的东西，叫做韬定律 （Tau Scaling Law）。简单来讲，这是一个半导体的新原则、新理念。要拿来取代主导产业半个世纪的摩尔定律。当天的中国科创50指数单日大涨5.88%，中芯国际、华虹公司这些半导体权重股集体往上喷发，半导体相关的ETF 创历史新高，整个中国半导体市场当天好像办庙会庆典一样，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但同一天，台湾这边新竹科学园区脸书社团 TSMC 大小事、台积大小事开始有人爆料是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都是真的。内容说台积电要砍员工分红15%，有人留言说想改就改，想变就变，就像内部的管理手法一样，毫无诚信可言。有人留言员工每天战战兢兢的工作，为公司卖肝卖命，紧急召回，地震之后拼死也要赶回公司。结果你要砍这个员工的分红给股东吗？有人也留言砍15%，
那平日晚上跟假日 Teams 可以自动 off 吗？我的远端联络协作工具我可以关掉吗？甚至有人喊我要学三星罢工。各位同学，我跟你讲一件很妙的事情啊，上海那一场ISCAS 何庭波的演讲题目叫做 New Semiconductor Path。新竹这一场炸锅呢，员工要的是 Old Bonus Path， 旧的分红轨道啊，不要被改啊。各位同学，我跟你讲一件很妙的事情啊，上海那一场 ISCAS 目的在告诉全世界，我要把电路折起来了。后来几天那个股市跌回来了，原因是因为他们发现散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没关系，等一下我们会细谈。另外一个事情在告诉全公司，你不要折我的钱，你不要 folding 我的 bonus， 两个都是 folding， 两个都是5月25号。各位，这绝对不是巧合，事出异常必有妖。这一天是2026年护国神山台积电同时面对的2个战场。对外要跟一个被制裁的6年，你以为他死透了，结果还被迫要丢出颠覆性新方案的对手竞争。对内要把利润重新分配给股东和社会责任 ESG， 牺牲员工分红比例。坦白讲，后面的那个记者会啊，跟他的内部沟通会，我看了消息，我发现实际上没有改。我等下会讲，但是员工很开心，为什么？因为他告诉你钱会变多，但他没有告诉你是分给员工的比例其实变少了。只是我们赚的比较多，所以你分的比较多。可是，一旦我们赚少了，你分到的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多。我们今天要分析的就是这2件事情的同构性。为什么华为的逻辑折叠会发生？因为它没有先进制程设备，它买不到极紫外光，只好在现有的技术跟阵地上把电路往上折，立体化，越折越高，越折越高。而为什么台积电叫利润折叠？因为它对外要烧1.5兆台币盖 A14， 对美砸1650亿美元，川普说3000亿美元哦。对股东给回馈，对社会做 ESG 社会责任，最后总得有人被挤掉，而最容易被挤的，永远是离董事会最远的那群人。很无奈啊，对岸把电路折起来是为了活下去，而台积电家里面折红利呢，是为了满足越来越多的讨债啊，这个债欠在那边，只好给。2个都叫 folding， 一个是非对称战略，一个是利益分配重组。而9.1万名的台积电员工发现自己利益竟然被人家重排了，他等于是在新闻媒体看到对岸涛定律的同一天，从脸书社团得知自己，哎呀，我的权益受损啊！各位，这就是今天要讲的故事，非常讽刺，但是我们讲的比任何媒体所说的还要多，因为我们亲自下去用数学算了一算。来，什么叫做涛定律？我们今天就要科普，不会很难，但是也没有很简单，给各位看一下。涛定律的概念是什么？涛定律的概念其实就是把时间常数带入啦，时间常数密度加了55%，散热自然出问题，那所以当时科创涨了50点以上，然后嘞，这个整个科创50 plus， 对不起，涨了5.88，然后后来又跌了。为什么？因为实际上
散热很困难，就算你有金刚石技术，还是很困难。那5月25号，新竹TSMC 大小事爆料说，员工说我的分红要被砍15%，我帮你拆解一下，这15%的意思是整个公司的利润分给员工分红会从12%降到10%，也就是它降了2/12，1/6，约莫就等于15%。那但是公司的话术很漂亮，说你不用担心，你会拿到更多，你会分到更多。我实在不想讲啊，这个不就是成语里面的朝三暮四吗？来，这个 Sylvia Chang 一开场就抖了2个大的，表示他昨天开得很开心。坏掉龙酒说，请支持电热鸳鸯快煮锅，单人阿鲁巴老猪兵干站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问老猪祝福打气，谢谢魏渊，谢谢你的抖内新同学啊。Sylvia Chang 说赶到啦，支持猪大。Sylvia Chang 说昨天没跟到，看了猪大精彩回放，真是太棒了，也谢谢每一位帮忙收集资料的猪大好友们，共同把封闭的资讯告诉大家清楚又明白，强力建议大家没跟到的有空看回放。朱大6月6号就昨天的精彩直播有2场哦，我觉得都不错。而且更重要有一件事情是，今天的抖内目标呢，是为了我发现一个怪异的趋势，既然在 Threads 上面一大堆的青鸟在用同样的文字、接近的文章在支持台湾戒严啊。那我不知道啊，如果今天有这么多人支持戒严的话，你觉得这是什么样一个状况？这是什么样一个状况？我跟你讲，这不太妙。所以，来，我们先讲涛定律，3句话讲完，你以后就记住就好了。时间缩微，逻辑折叠，麒麟2026。来，我们先讲。我知道如何散热跟良率的问题，可是有一个问题是，你的散热不止晶片本身，还有包含了晶片旁边的基板、外壳里面的内容，所以有困难。华为内部的工程师对这个东西日日夜夜都在想办法。来，我们先解释涛定律。涛定律第一个重点叫做不缩小电晶体。过去半个世纪的摩尔定律Moore's Law，Gordon Moore 1965年提出，讲的是什么？每隔大概2年，同样面积的晶片上面电晶体数量会翻倍。怎么做到？把电晶体做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从90奈米、65奈米、28奈米、14奈米、7奈米、5奈米、3奈米、2奈米，这条路叫做 Geometric Scaling， 几何缩微。但这条路有2个地方撞墙了。第一个是物理极限，电晶体做到3奈米以上，已经接近原子尺度。一个细原子的直径大概0.2奈米，所以你做到2奈米呢，已经是10个细原子这么大。再小会出现一个我们一直以为人类看不到，只有在实验室看到的东西，叫做 quantum tunneling。 因为你的粒子太小，距离太近，电子自己就穿过 gateway， 穿过闸极，不管你上面的开关，这晶片就废了。因为什么10什么讯号传递通通没有用，一直跳。坦白讲，我个人觉得我们有90%的网友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在台湾跟华人世界，一个直播里面有90%网友知道涛定律是什么，我觉得真的很困难。来，第2个，成本爆炸。成本爆炸是什么意思？你他妈做到2奈米跟28奈米的价格跟成本差了几10倍，这划不划算？划不划算？台积电的 A14 厂，一台艾斯摩尔的 High NA EUV。这个
EUV 这是什么 ？High-NA EUV 光刻机哦，一台3.5亿到4亿美元，100多亿新台币。一座1.4奈米厂的初期投资呢，490亿美金，台币1.5兆，一座就1.5兆，而且基本上要盖2年，只有在台湾有可能1年，在日本3班是有可能半年。这个成本搞到后来，连台积电都开始觉得干的不划算啊！我盖这么高的东西，只是说到2奈米、3奈米，干内湖。何庭波就说了，既然空间上我们面对了物理极限，不能再压缩，那我们改压缩时间嘛。涛定律，涛就是这个时间变数，时间缩微叫做 tau scaling。把讯号在晶片内部传递的 time constant 时间常数压缩，电晶体有没有变小？没有变小，但我讯号跑得更快，绕线更短，延迟更低，整体效能还是可以提升。第二句关键叫做它的核心技术叫做 logic folding。干，我以前电路学很烂的妈，你现在叫我在这边讲。这个什么 Gamma Arsenide 在讲 Logic Folding， 我以前老师绝对想都想不到。来，我做一个比喻啊，一比喻就懂。传统的晶片电路像什么？像一张平面地图，所有的线路、所有的逻辑单元全部摊在一个平面上，讯号从 A 点走到 B 点要绕一大圈，就照 Google Map 这样走。Logic Folding 是什么？把这个平面地图折起来，像折 croissant 可颂一样。从单层变双层，双层变多层，折起来有什么用？讯号走线的距离变短了，原本要走1公里的线，折起来变成100公尺。何庭波讲的数字是关键路径的走线长度，最高可以缩短90%，就像你把一张纸折起来一样。华为自己给的数字是这样的：搭载 Logic Folding 的新一代晶片，相较传统设计，电晶体密度提升55%，能源效率提升41%。请注意，这个提升呢，不是透过新的微影制程，就不是透过新的光刻机制程取得的。是透过电路布局跟软硬体整体设计调整。他在演讲里面的原始说法是这样子的，他说这些性能提升不是透过新的微影制程取得，而是透过逻辑在3维空间里面分布的拓扑重组 topology。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我用同一代的成熟制程，靠折纸就可以做到你用新制程做的事。这样讲你比较懂啊，对不对？来，这个 Mr. 刘建一说，从华为 P30 开始用到 P50， 结果档说进就进，结果现在涛定律人家用了3-4年，到底是多害怕鬼岛品牌不创新？不是啊，在这种状况下，鬼岛品牌不会创新的，没办法创新啊。Brian 说，如果执政党真的在台湾搞戒严的话，我们民族习性真的有办法像是韩国一样，马上推翻掉吗？你想知道就抖内，我们达到目标我就做一个，我后天做，好不好？因为我现在还在收集资料。Memory 2017说不是8点开始吗？不好意思哦，我们那个开场时间都是参考时间。开场时间，那是最晚开场时间。但我如果可以早一点开，就早一点开啊。
但我最近要好好的管教我的 Cloud， 他最近逻辑上常常整个看反。但今天直播我先不急，我先跟大家讲第3句的关键。各位看戏在旁边那个剔牙买酱油，这个买豆花的人要记住咯。麒麟2026秋季首发，目标是2031年等效1.4奈米。这就是端到客户端、生产端到客户端的具体产品要上市的消费产品。华为宣布2026年秋季要推出的麒麟2026手机晶片将会是 Logic Folding 全球第一个商业化案例。它会从单层逻辑设计扩展到双层逻辑折叠、千层比的低层折。何庭波在演讲里面放出了华为的长期路径图，未来10年从先阶段的单层轴走到2010年的多层轴，就是不止折一层了，不止折一层。那不止折一层是什么概念？就是那个效率会更高，但同样的散热挑战就变得更高了。但没关系，我们继续往下讲。2031年的多层全面折叠呢，相关高阶晶片的电晶体密度可以达到等效1.4奈米制程的水准。注意，我讲的是等效，等效的意思就是它的功效能效呢等于这个先进制程1.4奈米，但是它不是真的1.4奈米，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话术。华为没有1.4奈米的光刻机，它连极紫外光都没有，它只有 DUV 它有紫外光刻机，它也没有 High NA EUV， 没有艾斯摩尔给它卖设备。但是他说，我用成熟制程加逻辑折叠做出来的晶体管密度跟你1.4奈米一样。我不同意电路变短发热反而减少，因为你的电路变短，实际上你的东西变得更致密。这有点像3个人躺在一张床上跟10个人躺在一张床上，你的发热是10个人比较多嘛，所以就算大家更挤了，可是实际上你发热的密度更高啊。所以你听出来这个味道没有？这个策略叫做对外公开宣布，我要用另外一个跑道赢你。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涛定律不只是技术突破，它是一个战略宣告。它在告诉全世界，你美国用出口管制把我断在7奈米，没关系，我用等效1.4奈米。这个术语在你的竞争场域里面卡位，至于它真的能不能做到，我们后面会分析。你先把这3句话重点记起来：不缩小电晶体，逻辑像折可颂一样，可颂的面皮一样，目标是2031年达到等效1.4奈米，这就是涛定律啊！什么不用等那么久？那是他开出来的战略规划。那干你华为哦！你华为董事长是不是？我忘了董事长叫什么名字啊？女儿上次被抓了。那先别急嘛，你妈的！我在那边讲这个华为的公开资料，你跟我讲不会，马上就做到了。如果你是华为人，妈私底下跟我讲，好吧，不要在这边瞎鸡巴说。来，朱家义说，终于跟到抖内一下 ，Black Draco。大部分台湾人以为制程决定晶片性能，其实真正影响晶片性能是设计，不是制程。先进制程只是方便做出更好的设计，或者塞下更多的晶体管。用5奈米造一颗486，依然是一颗486，性能不会超过0.8微米的奔腾 Pentium。华为现在选择就是透过设计来追赶差距，可是它的 EDA 也被管制了哦，这个很有挑战性。台湾很多媒体，包括一些专业人士都说华为只是吹牛，只是把既有技术重新包装一下来行销。我只能说，难道把铅笔跟橡皮结合起来，造出橡皮在头上那个铅笔，就不是创新吗？我跟你讲，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哎呀，台湾有很多人不懂，我他妈电机系毕业的，虽然电机系没有读很好。电机系没有读很好，但还好啊，我还懂啊。台积电那个叫 Gate
GAA 叫 Get All Around， 那不是折叠。来，我们讲到这边哦，我觉得我看到一个说法很不错。台积电的 A14 厂是走1.4奈米，然后时间差了3年，但是华为不再追求电晶体微缩，它转向电路的系统工程。那所以这才是一个不一样的方向，好吗？那我们继续跟各位往下说，来往下说什么呢？各位同学讲到这里，你可能会问啊，华为怎么这么厉害？怎么想得出涛定律这个东西？我今天告诉你一个视角，涛定律根本不是华为一家公司的天才创新，这是举国体制的不得不为。它是一个国家在被制裁6年之后，用资源饱和供给逼出来的非对称战略。我同样也用一个文科生听得懂的比喻让你听。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个将领叫马伟明，他是中国的工程院院士，最有名的成就之一啊，叫做电磁弹射。电磁弹射就是用强力的电力导致发展磁力，然后噗啾把那个飞机射出去啊，让航母可以弹射比较重的飞机。但是电磁弹射很难搞，它的永磁铁、它的电量、它的构成的磁场很不好做，所以解放军呢，同时养了第2个团队做蒸汽弹射。蒸汽弹射是从2战时期之后，大概越战差不多就开始了。航空母舰的弹射系统都用蒸汽弹射，从它的锅炉 pump 蒸汽，砰塞进去。好，这是比较传统、比较简单的方案。所以最后呢，福建舰用电磁弹射，然后山东舰用蒸汽弹射，2条路同时走。你会说，这个东西他妈你有比较先进的技术，你为什么不用最先进的技术呢？不是这样讲的，因为举国体制有举国体制的思维。蒸汽弹射的那个团队呢，工程进度上是落后了，最后变成技术储备。如果用商业角度算，这是浪费资源。可是大国博弈不跟你讲商业的账本，他讲的是地缘政治的账本。你宁可有2条路同时走，就算最后其中1条被淘汰，那也是战略储备，就跟宇宙战舰大和号一样的概念。好了，先不管这个。中国半导体业现在就是军工产业的举国体制逻辑。第1条路，我们叫它蒸汽弹射的类比，就是国产 DUV 光刻机。DUV 叫什么 ？Deep Ultraviolet 深紫外光光刻机，这是过去30年半导体业的主力设备，技术相对成熟。中国去年2025年9月有一家公司，等等，山东舰是滑跳，对不对？因为它是那个跳的甲板，但是我之前在做研究的时候，它本来有考虑用做那个蒸汽弹射，但是因为那个甲板那个是物理上限制，你做滑跳式的甲板你就不能做弹射，因为你没办法勾住然后把它射出去，那个不一样。好了，不管了，反正这个逻辑是技术是备着，没有用就是了。中国2025年9月有一家公司叫做上海宇亮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是深圳新凯来的子公司，新凯来就是国家队啦，好啦，对岸也有国家队，但对岸叫举国体制，我们叫国家队。
那新凯来被外媒指为华为半导体生态系的一部分，他们开始测试国产的 DUV 静默式这个光刻机。这个东西用的技术叫 multi-patterning 多重图案化，就是多重曝光啦。同一片晶圆我曝光好几次，每次曝一部分，合起来达到7奈米的效果。产业界这个叫做 Quasi 7nm 准7奈米。但是因为你重叠，你的良率一定会低嘛，你他妈一下子叠不好，干就再见了，好不好？来，中芯国际就是用这套方式生产华为的麒麟9000S， 跟现在的 Ascend 910C AI 晶片，每个月可以做大概7000片7奈米的晶圆。Morgan Stanley 预估啊，这条线的良率最快要到2027年才能拉到70%。国产 DUV 光刻机啊，预计是2027年量产，这就是蒸汽弹射的版本，成熟、可靠、量大、管饱，现在就能扛。陈开仁说：“事实效忠小恐龙。”第二条路呢，我们叫它电磁弹射，就是国产 EUV 光刻机 ，EUV 叫做 Extreme Ultraviolet。极紫外光光刻机，全世界目前只有荷兰艾斯摩尔一家做得出来。一台1.5亿美金起跳，45亿新台币。新一代的 High NA EUV 更要3.5到4亿美金呢，100亿台币到120亿台币。台积电、英特尔、三星全部都要排队买。美国对中国的 EUV 禁运从7年前就开始了，2019年就开始了。中国能不能做，短期内非常困难，因为 EUV 什么蔡司的镜头啦，什么台积电工程师的调准啦，什么这个光刻胶啦，日本的什么东西，七七八八各种样的东西，没办法。镜头要找德国蔡司，光源要找美国 Cymer， 光刻胶要找日本 JSR， 这个生态系不是一家公司能够复制的，做不到啦。那但是中国不能不做啊，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电磁弹射的逻辑嘛。第一个，就算未来摩尔定律物理极限到了 ，EUV 失去商业价值，这个技术也会作为工艺技术储备存在。万一全面科技脱钩，中国要在极端状态下不被降维打击，必须要有自己的 EUV 能力。第二，这是地缘政治战。不是商业账，你用商业价格逻辑算，你错了。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又叫大基金 （Big Fund），第3期2024年5月成立，注册资本3440亿人民币，换算台币大概1.5兆。对比一下，台积电。一座 A14 厂是1.58兆，这个大基金的一期注资，等于是盖一座台积电最先进的工厂。好了，各位，我们说过，本台你要骂煮包都好，但是你不要洗版，好不好？洗版占据大家的阅读空间。来。更重要的是，中国国家曾经还有一个计划，外界叫它 Project Spare Tire 备胎计划，不是那个工具人的备胎，就有某一个女神妈每天叫你送饭送水，最后她上床是这个在别人床上，不是你的床上。备胎计划的目标是2028年前呢，实现 AI 晶片70%的国产自给率。
各位同学在听直播的各位，你听出这个结构没有？涛定律不是孤立发生的，它的物理基础是国产 DUV 卡死了7奈米的阵地，给涛定律有原料可以玩，有一大堆的晶片可以玩涛定律，有一大堆的电路设计可以弄。大基金第3期呢，3440亿人民币给华为跟上下游有钱做研发。Project Spare Tire 备胎计划是给国家战略意志背书，也就是国家在这里下了死命令，一定要给我攻克，任何一个方法都要攻克，但是你2个方法都要走，谁先到没关系，但要攻克。那逻辑折叠就在这个基础上做空间重组，这就是资源饱和攻击。大国博弈啊，宁可3条路同时走，2条路变储备，也不能在战略决战的时候两手空空。这跟谁学的？这跟美国学的啦。美国当年同时养了好几种电脑架构，好几种晶片设计团队，最后胜出的是矽谷的 CMOS 路线，但是被淘汰那些团队留下来的技术人才、专利、制造经验，全部变成70年代后美国半导体霸权的储备池。中国现在做的事情啊，跟美国60、70年代完全一样，只是规模更大、速度更快、政治目标更明确。我们今天要破解的第一个迷思就是这个：你以为华为很神，他靠自己想出5年之内想出一个不靠 EUV 也能拼1.4奈米的方案吗？不是，因为它背后有整个国家体制在烧钱呐、有2条光刻机的路线同时推进，有3440亿人民币大基金在后面接管，所以何庭波才能在 ISCAS 上面端出涛定律。护国神山台积电现在面对的对手不是华为一家公司，是中国这个大国机器整套运转的产业政策。而台积电是一家上市公司，它面对的是9.1万名的员工要照顾，71.98%的外资股东要交代，川普1650亿美金的投资承诺要兑现 ，ESG 社会资源永续报告要写，它不像中国可以不算商业的账。这就是为什么下一段我们要讲台积电的 A14啊。所以啊，你看神山护国神山现在是4面作战，最弱势的是9.1万没有工会的人。来，什么叫殊途同归呢？各位同学啊，讲完中国这边的双线并进，我们要转一个弯讲台积电。我们今天要丢出一个你可能没想过的角度，因为本台就是擅长丢出奇怪的思考模式。来，你以为华为是被迫跳出摩尔定律，因为它没设备？你以为台积电还在死磕几何缩微，因为它有艾斯摩尔？你错了，连台积电都开始减速了，连台积电都在转向，只是华为是被迫跳，台积电是主动跳，2个都跳，殊途同归。同一个证据，来，第一个，台积电对于 High NA EUV 的保守态度。High NA EUV 是艾斯摩尔最新一代的设备，一台3.5到4亿美金。理论上可以做到1.4奈米以下，但是台积电现在的 A14 1.4奈米的制程路线完全没有采用 High NA EUV， 台 Multi Patterning 跟中芯国际用 DUV 做7奈米的概念有点像。你没有用最新的设备，但你用更多次的曝光换出来相同的结果。这里先讲清楚，免得有人拿6月4号的股东会来打我的脸。魏哲家在股东会上说 ，High NA EUV 我们有买，
买几台就不好意思讲。你搞错了，买设备跟制程路线是两回事。台积电有采购 High-NA 也做研发跟未来节点准备，但 A14 的量产制程路线不靠 High-NA， 这正好证明小弟我的论点，连台积电都判断 A14 这一代用旧设备加多重曝光，比压4亿美金一台的新机台良率都不确定要来的划算。为什么？来，我直接讲，一台3.5到4亿美金的设备啊，台积电算盘一打，我买一台用10年，能多生产多少高阶晶片？这个 ROI 撑不住啊！苹果、辉达虽然有钱，但有钱也不能无限涨价，连台积电都觉得我再追缩小尺寸不划算了。第二个证据呢，台积电全力压先进封装 CoWoS 是什么 ？Chip on Wafer on Substrate。台积电的招牌先进封装技术，简单讲是把好几颗晶片叠起来，做成一个整体的 module。叠起来，这就是在封装层次的 packaging 层次的逻辑折叠。CoWoS 解决什么问题？它解决了讯号传输的延迟，解决了多晶片之间的频宽瓶颈，解决了 AI 晶片的高耗能、高散热问题。NVIDIA 的 H100、B100 全部都是 CoWoS， 没有 CoWoS， 今天的 AI 革命跑不起来。台积电 CoWoS 产能去年到今年涨了快3倍，但还是不够卖。NVIDIA 的黄仁勋跟 AMD 的苏之峰排队抢。各位同学，我们把这个放在我们今天的脉络里面看。华为说我用 Logic Folding 在电路层级折叠，台积电说我用 CoWoS 在封装层级折叠，一个从晶片内部 CoWoS 什么干鸟哪有念错 CoWoS。你要硬念 CoWoS 随便你，不重要。本人是非母语，你在那边纠正那个屁妈，纠正个鸟！林老师嘞，妈没事干，很了不起是不是？无聊，看你礼拜一股票会不会跌啦？来，我这样讲，一个从晶片内部折叠。一个从晶片外部折叠，方向不同，层次不同，但本质都是不再纯追求缩小单一电晶体，改为从整体系统工程找性能，同样都有散热问题。对外华为说我要做 Tau Scaling Law。对内台积电做的也是 system level scaling， 两个都在离开摩尔定律的旧轨道。第三个证据 ，A14 厂的旧轨时间表。好，你不要再自己骗自己了，说不会搬的。以前台积电说要搬去亚利桑那，你也说不会搬。然后张忠谋自己也说太亏了不会搬，结果现在亚利桑那要盖6个厂，未来可能盖到10个厂，你还在做梦说不会搬？拜托你不要自己骗自己，你要自己骗自己也就算，但你不要拿来骗大家。我从张忠谋，我前一阵在重读张忠谋的自传啊，张忠谋原来觉得他那时候好像是去华盛顿州。他觉得太贵了，太亏了，良率太低了，不可能去。结果嘞，川普叫你去你就去，拜登叫你去你就去，你在这边讲不会搬，是他妈要骗谁？好不好？来，请你一定要记下来。台积电 A14 厂目前位在台中科学园区，编号 FAB25， 投资金额。封装不会搬，你知道 JD Vance 因为你这种天真的想法被经济学人修理了2期吗 ？JD Vance 说我们现在我们 AI 晶片都全部美国制造，结果经济学人干他说妈，
真的吗？口袜子还是要送回台湾去封装？你在骗人啊！哈哈哈哈哈哈！我跟你讲，封装也会搬，你不要再想了，封装也会搬。你去查查看，美国有没有要盖先进封装厂？你光是把下一个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羞辱完了，你以为有这么简单哦？没有这么简单呐、妈笑死人！每一次做好晶片之后，坐飞机从亚利桑那飞回台湾来，从熊本飞回台湾来封装，干起阿内有没有？不要再天真了。美国要你做的，你不敢不做；美国叫你跳，你要问大哥哥，请问要跳多高？你没有办法跟他讲。你不是董事长，不要在那边瞎讲嘛！你害我还要浪费时间回应你天真的说法。美国爸爸叫你要跳，你要问跳多高啦。你不要跟他讲说我不想跳，我不会跳，没有这个选择。我觉得台积电亚利桑那大概会10个厂，没办法讨论。这真的，你不是在跟美国讨论，而且 CC 位就是经典的甜美派，他自己美国人嘛。来，我赶快把这个台积电 A14 厂讲完。它投资金额490亿美金，约1.58兆台币，台积电史上最大单一投资。动工是2025年11月，试产是2027年底，量产是2028年下半年。制程提升，相较2奈米同功耗速度加15%，同速度功耗减30%。客户是苹果、Qualcomm、联发科、未来、辉达的 AI 晶片。我把这个跟涛定律的时间表摆在一起，我看我有没有做一张。好的，没有做，那不管，我们就继续往下讲。没做就没做。来，华为涛定律的目标是2031年等效1.4奈米，2026年开始算还5年。台积电的 A14 厂是2028年下半年真正1.4奈米量产，从2026年开始算2年半，时间差3年。听起来台积电赢，对不对？听起来台积电赢，但很抱歉啊，可能没有这么简单啊。听起来台积电赢，但是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不一定，因为你要看怎么算等效这个词。如果华为的麒麟2026双层逻辑折叠在实测中真的能做出接近台积电 N3 3奈米等效的密度跟能效，那2031年的等效1.4奈米就不是吹牛。如果做不到，那就是行销话术。我们现在不知道，因为秋天的麒麟2026才会出来，跑分对标、能效对标，时装在 Mate 70系列上的实测，那个时候你才知道华为是不是真有2把刷子，还是糊弄你的。但不管华为实测能不能达标，台积电已经主动减速了。不管 A14能不能准时2028量产，台积电已经把资源从单纯追缩小转向先进封装加系统优化。殊途同归的意思是，摩尔定律60年来主导产业的核心逻辑啊。电晶体越小越好，已经被产业领头羊自己承认撑不住了。只是华为被迫早跳，台积电主动晚跳，结果台湾的媒体跟台湾的网络在谈什么？谈台湾要不要戒严？光刻机没有办法突破了，物理上已经到极限了。你知道光刻机现在的能耗是多少？是1比100万。你输入100万瓦出来的能源是1瓦。这个因素没计算，是因为物理上做不到了。请你认真读书。你以为我不提是为什么？是因为我要留一个洞，下次再来讲啊，就不是啊，没办法。在听直播的各位啊，这就为什么我说谢金河式啦啦队已经不适用了。过去你可以说台积电遥遥领先。华为靠跳来跳去没用，好看头而已。现在不行了，
因为连台积电自己都不再执着于越小越好的旧路线，它跟华为一样在寻找新的性能突破点，只是用的词不一样，层次不一样，市场宣告方式不一样，两个都在折，只是一个在逻辑成折，一个在封装成折。我今天要破解的第二个迷思就是这个，不要再用华为跳来跳去没用这种话术自我安慰。连台积电都减速了，这个产业的竞争主轴已经从奈米竞赛转向系统工程竞赛，而台积电的系统工程竞赛要靠谁？要靠9.1万名员工，但这9.1万名员工5月25号才知道自己的分红比例要从全公司利润的12%被砍到10%，但是我们要说的是，还是要讲散热技术啦，好不好？还是要讲散热技术。我这边比较硬一点了，请各位稍稍忍耐，我的比喻尽量让各位理解。好，你说光刻机有没有技术突破？有，美国已经有一个10亿美金估值 Peter Thiel 的门生要做 X 光光刻机，但那个不是今天的重点，我们今天提到就好，表示我有读书。来，我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哇靠，华为的涛定律听起来这么漂亮，是不是就赢了？来，不好意思哦，科学终将胜利，我们要跟各位讲科学的结果。涛定律有一个非常恐怖的死穴，叫做散热。我用更简单的话讲给你听：当晶片从平面2D 走向立体3D 千层饼的时候，会发生一件事，热量会被锁在晶片里面出不来。各位同学，你用想就懂了。一张薄薄的松饼烤热，散热很快，表面积大，体积小。但你把10张松饼叠在一起变千层蛋糕，中间那几层热怎么出来？只能从上下两面散热，中间那几层就闷在里面。晶片也一样，原本2D 平面发热的电晶体都在表面，散热片、散热膏贴上去就好。3D 堆叠之后 ，vertical heat accumulation 垂直积热。热量会被锁在晶片中层出不来 ，crosstalk， 因为热了，讯号又接近了，上下层的讯号会互相干扰，发热更严重。业界有一个说法，3D 堆叠每多一层，散热难度上一个量级。谢谢何小 BB 送了一个麦克风。华为要用这一套涛定律的 logic folding 从单层走到多层，散热问题不难解决，但问题是那个方法快不了，因为你不解决这套理论，就会变成实验性成功，结果量产做不出来的纸上谈兵。华为自己也知道，所以他端出来解法叫金刚石散热专利组合。各位同学，金刚石是什么？金刚石就是钻石。对，你妈结婚戒指上那个东西，你老婆结婚戒指上那个东西，金刚石的热导率呢，是目前已知自然界最高的，大概2000瓦 millimeter K， 是传统铜的5倍。华为过去2年密集申请了5大金刚石散热专利。第一个，细金刚石 3D 键合工艺，针对 3D 堆叠晶片，在2层之间做细跟金刚石的直接 hybrid bond， 把界面热阻降低35%，晶片结温降低20度 C。第二个，晶片直附金刚石散热层，在7奈米的高密度热点上面，直接把金刚石散热层做在晶片里面，贴合在最发热的 gateway 闸极热点，
热传导路径缩短80%，接触面积提升60%。干，我电磁学3修妈，我现在在那边跟大家科普金刚石散热，妈靠腰，幸好它跟电磁学没关系。来，第3个，铜金刚石散热基板。专门做给伺服器跟 AI 运算晶片的，譬如说华为的升腾 Ascend 990三明治结构金刚石，一层金刚石，一层铜，一层焊料层，那是人工钻石啦，不是真的钻石。第4个，金刚石颗粒复合导热材料，取代传统散热细纸。也就是散热膏啦，你电脑 CPU 跟散热片中间那层膏状的东西，用金刚石为例做的材料，导热性能提升3倍以上。第5个，垂直热预算协同分配加微通道易冷，这更猛，这更有趣，这是物理学上的抗争，在3D 立体晶片的背面刻出微小的冷却水道。让冷却液在晶片内部循环，把热量带走，听起来很厉害，对不对？好，各位，科学终将胜利，要相信科学。专利在实验室里面都成功了，但是大规模量产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业界专家点出来。混合键合 hybrid bonding 表面上是材料问题，底层是工艺精度问题。什么意思？意思是你要把矽跟金刚石、铜跟金刚石、晶圆跟晶圆对齐键合，需要的精度是奈米级的，这是物理上的奈米工艺。一片晶圆有几亿个对位点，每一个都不能差，差一个整颗晶片就废掉。而且这个对位精度需要什么？需要第一个化学机械抛光，叫 CMP。这个设备中国虽然有布局，但是业界等级跟美国应材 Applied Material 还有差距。第二个 Wafer Bonding 晶圆键合机，日本的 EV Group 跟 SUSS 主导市场。第3个金刚石薄膜沉积设备 CVD Diamond 技术门槛极高，产能极低，非常非常低。各位，我用个比喻，涛定律就像一份食谱，请把10张薄薄的千层饼完美的叠起来，每一张之间的对位误差不能超过头发粗细的1/1000。食谱写得很漂亮，但厨房里面厨师现在的水准是勉强把2张饼放整齐，第3张开始就会偏。麒麟2026只有2层折叠2031年要到多层折叠，这中间隔着的是中国半导体设备产业要全面升级，不是华为一家公司的问题，是整条供应链上游材料、中游设备、下游制造，全部都是同步进化。谢谢 TikTok 那边的走走跟 Cat 的抖内，还有兔兔不爱胡萝卜来，所以热问题已经不是配套工程了，热问题反向决定了涛定律能折到第几层。在听直播的各位，你要记住这句话：涛定律端出来的金刚石散热专利是故事做得很漂亮，这个 context storytelling 赞，但是中国半导体量产的工程实作能不能跟得上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今天要再讲另外一个观察。华为提这套散热专利的时间点很妙，他选择在 ISCAS 2026主题演讲当中端出涛定律。5月25号的中国股市同步狂欢，这是一个经过精算的资本市场宣告。他要做的不是立刻量产2031年的等效1.4奈米，他要做的是第一个，把资本市场的注意力从中国半导体被卡死在7奈米，转移到中国有自己的新理论啦，太好了。
第二，把投资人对中芯国际、华虹的信心拉起来，吸引更多资金进入半导体生态系。第三，给国家大基金第三期3440亿人民币的投资逻辑一个学术背书。第四，给全球同业，特别是台积电、英特尔、三星一个讯号：我们不打你旧规则了，我们要建新规则。各位，这就是大国博弈的叙事权争夺。技术能不能做出来是另外一回事，能不能用学术会议的？而台积电面对的现在就是这个叙事权争夺战。对面在说我们有涛定律，我们有金刚石，我们2031年等效1.4奈米。台积电怎么回应？过去台积电的回应是我们有 N3、N2、A14、A10 路线图，我们客户有苹果、辉达、AMD。但是2026年5月25号，台积电的回应是员工在脸书社团爆料砍15%的分红，他们扬言要罢工，外面对手在端出新理论，家里员工在问我的分红去哪了？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神山的4条战线同时挤压，内忧外患，真挫赛。来，各位还是要讲一下啊，我们最近要买的，在带货的是全台湾最早上市的屏东枋寮的狮子好芒芒果。那我这边的芒果已经快要熟了，我接下来要把它带走干回家了。你看。这个1箱6公斤啊，这个尺寸大概可以装24颗，基本上都熟了。我今天吃了好几颗，又香又甜又好吃。那你可以隔1-2周买6公斤，那最便宜就有719块，甚至连720块都不到。请各位赶快上网预定，下礼拜就出货。而且因为它是直接从枋寮寄出来，不对，屏东狮子乡，对不起，不是枋寮，我老是讲的枋寮，屏东狮子乡寄出来的，所以本办公室没有纸箱，不受影响，请各位大快朵颐，大开心订购，因为早点吃，你的夏天吃芒果就吃比较多。我记得我们有一年带货带到它卖完了，所以请各位赶快下定，好不好？赶快下定，剥皮技术。现在没办法做，因为我没有助理，办公室就我一个人。你要我离开这边去洗手洗澡嘛？就是这样，好不好？来，这个请大家多多支持，赶快下定，而且很便宜啊！最小颗的6公斤才719，靠腰1公斤100多块，你还不赶快下单？请大家多多支持，好吗？然后我们还有这个，也是台西乡农会的海口风格烤玉米，开不开心？开心，这个很好吃啊！如果有买的网友就知道，他现在一边看直播一边都在吃这个，这个东西很刷嘴的。所以我们置顶的有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都好。请各位多多支持。来，我们讲完外面对手的公式，干1公斤100多块，你要多穷才觉得不便宜呀？干穷鬼我们不卖，你他妈大陆1公斤才20左右，干你啊！你平均收入多少？这个在台湾很便宜，好吗？孩子不要瞎鸡巴讲，你的芒果也进不了台湾，那你在那边洗一次脚多少钱呢？当然不一样，那么外行，你拿大陆的物价跟台湾比，那7、8干，这算了，吃米不知米价，台湾物价就比较高啊，我也觉得不划算，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对岸买芒果，很抱歉，对岸芒果也不能买台湾的，那它就是100块，会比价、会嫌、会穷的，滚去路边摊，我这边立场就是这样，
你看侯友算就出来讲席次99啊，那鸡巴问题是对方长什么样，你不能控制啊。那洗一次脚99跟199跟299长得一样吗？好不好？会比价的别来我这边，就这样。来，我继续讲外面对手的攻势完之后，回到家里，我们今天要描述就是我后面的台积电的4条战线。台积电现在跨赛的地方是，它不只跟一个单位开打，它跟所有的单位开打。这个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啊！4个要债的都要钱、要资源、要承诺。第一个战线，我们刚刚前面讲了，对外打。妈的，侯友算你时间太多，是不是？妈，你那个洗脚的技师一个一个换，你坐在那边时间不值钱，是不是？赶快捏完，赶快洗完就回家了啦。在那边一直挑，以为市场挑萝卜，是不是？来 ，Alan Chen 说，如果1公斤100多块，简直佛心。是啊，就佛心，因为这是产地直送，好吧？来，我们先讲台积电 A14 厂投资490亿美元，约1.58兆台币，这是史上最大单一投资。2025年11月动工，2027年年底试产，2028年下半年量产。这1.58兆怎么来的？是从台积电的营收、毛利、税后纯益、股东权益跟资本市场的负债融资组合出来的。每一块钱都有来源，都有对应的代价。第2条线是对美国川普。各位同学，这个我们要稍微回顾一下，太久没骂他了。这个我们要稍稍讲一下。2025年3月4号凌晨，魏哲家跟川普一起在白宫宣布，台积电对美投资1000亿美金，约3.3兆台币，用于新建3座新晶圆厂、2座先进封装设施、1间研发中心，连同之前的650亿美金，台积电对美投资总额1650亿美金。然后川普开始自己加码。他在福斯访问里面说，台积电正在美国投资2000亿美金。CNBC 访问里面说，台积电要投资3000美金，在亚利桑那州建立全世界最大的晶圆厂。各位有没有搞错？3000亿美金啊，台币大概9.6兆。台积电董事会什么时候通过这个？没有。台积电有没有对外回应？不方便。但是这个数字会变成一个政治期待哦。川普每讲一次，全球媒体就报一次，台积电就被往那个方向推一次。更要命的是 ，Bernstein 分析师估计，这1650亿美金如果全部投入到2030年初期，台积电亚利桑那厂的产出最多会占台积电总营收的1/3。什么意思？意思是台积电的先进制程蛋糕呢，要分一块给美国。原本100%留在台湾的高阶产能，未来30%要在亚利桑那做，这就是细盾的稀释。台湾的不可替代性会被自己投资的承诺削弱，你越来越可以替代。第3条战线，对股东的战线，最新2026 2月26号的数据，外资持股71.98%，大户持股超过1000张的占86.33%，董监持股6.52%，行政院国发基金持股6.38%，单一最大股东。花旗托管台积电 ADR 存托凭证专户20.51%，新加坡政府投资专户3.15%。换句话说，台积电的股东是全世界，70%在外国法人跟基金的手里。这些股东要什么？要 ROI， 要分红，要股价，每年 EPS 成长，每季利润再投资，未来成长前景，这些要写在年报，要在法说会讲，要对全世界70%的外资交代的。而且2026年4月24号，金管会还帮了一个大忙，通过了所谓台积电条款，把基金持股单一个股上限从10%提高到25%，预估流入台积电的资金规模从1500亿到2000亿新台币。换句话说，股东这条线刚被加码，投信 ETF 主动基金要把更多资金压在台积电，股东要拿到更多回报。第4条战线对 ESG 是什么？是 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
环境、社会、公司治理，这是2020年代全球资本市场，特别是欧美机构投资人最在意的议题。但现在川普一点也不在乎了，一点也不在乎了。可是台湾转不回去。魏哲家在5月27号沟通会上亲口讲，公司认知公司在台湾承担越来越重的社会责任，未来盈余分配上将进一步加大对社会永续资源投入的比重，回馈台湾新增资源将投入 ESG 相关项目，包括水资源、电力、人才培育、环保及绿能等。具体要烧多少？台积电年报强调近年大幅增加 ESG 投资，包括购买绿电、因应台湾电价上涨等支出，这些都是公司获利的扣项。各位同学，我用最直接的方式帮你算这笔账。假设台积电2026年的税后盈余是 X 亿元，过去这 X 亿元怎么分？大概是这个逻辑：员工分红、业绩奖金占年度酬劳占约12%，股东股息分红，还有保留盈余再投资盖厂研发 A14各项税金跟管理费用。2025年的数字是员工分红总额2061亿，占净利约12%。2026年魏哲家自己宣布的员工分红占比下调到10%，差2%到哪里去了？魏哲家的原话是：将部分比重利润配置转向股东回馈跟社会投资。股东回馈就是给外资、给国发基金、给新加坡政府多分一点；社会投资就是 ESG、绿电、水资源、人才培育。各位同学，数学很简单，数学不会就是不会，数学不会背叛你的。台积电的利润是固定的，即使在 AI 浪潮下成长。分母就是员工人数，从2024年7.8万增加到2025年底超过9万，现在9.1万。利润总额成长，员工分红总额也成长。魏哲家说正加了30%，但是分母的成长速度跟比例的下调速度会让个人实得，个人实得未必跟成长同步。更残酷的是，第一条战线对华为要钱，第二条战线对美国川普要钱，第三条战线对股东要钱，第四条战线对 ESG 要钱，4条战线都要从同一个利润池里面挖钱。就是我后面这张图，魏哲家很诚实的告诉员工，公司近年大幅增加 ESG 相关投资，包含购买绿电，因应台湾电价上涨的支出，员工分红占公司去年获利比重约10%，低于去年的12%。他没有讲的是，因为对外、对美、对股东这3条战线加起来会继续压缩第4个战线，第4个战线叫员工。在听直播的各位，我今天要破解的第3个迷思就是这个分红总额加30%，听起来很美哦，但是当你把它放进4条战线同时挤压员工的结构里面，你就会看到分红总额加分红比例减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员工分红是4条战线里面法律保障最弱、政治压力最小、组织能力最差的那一条。外资要分红，台积电不敢得罪，会被踢出 MSCI 权重股；川普要投资，台积电不敢得罪，会被加关税。ESG 要钱，台积电不敢得罪，会被欧美机构列入不够永续黑名单。员工要分红，员工没有工会啊，员工只有脸书社团 TSMC 大小事可以爆料，员工最多效法啊，那我要学三星罢工咯。但三星有工会，有劳动部介入，有7万会员的投票机制。台积电的员工有什么？只有41场线上沟通会，每场10分钟秒杀额满。这就是等价交换的残酷面。你要当护国神山，你要烧1.58兆盖 A14对抗华为，你要砸1650亿美金给川普避免关税，你要给71.98%的外资合理回报，你要做 ESG 永续报告给欧美机构看，4个都要，每一个都不可能让步，最后总得有人让步，那就只能是离董事会最远
政治组织最弱、法律保障最少的那群人。第5章讲了就是这个结构。第6章我们开始分析5月25号到5月27号这72小时，员工是怎么被拆走他的资料跟利益的。很开心，对不对？魏哲家，你看那个黄仁勋笑得多开心，但是真的是这么开心吗？5月26号，魏哲家说：“哎呀，你们要讲什么东西，听明天就好了。”有没有觉得这个画面很尴尬？员工要被砍15%的分红，但实质拿到的增加，可是它的比例减少。我们简单的看5月25号到5月27号这72小时台积电的员工是怎么样子大吃亏的。给你看一下哦，来，这个动画说得很清楚。哎，这个烤玉米真的很好吃，各位有空赶快订购一下，至少台西乡农会不会吃亏。来，我们把时间轴排出来，5月25号晚上。新竹科学园区下午到晚上，脸书社团的 TSMC 大小事、台积大小事开始出现大量贴文，内容是什么？员工听到风声，公司要砍员工分红15%。贴文怎么写的？我直接念给各位听。他说：“想改就改，想变就变，就像内部的管理手法一样，毫无诚信可言。员工每天战战兢兢的工作，为公司卖肝卖命，结果砍员工分红给股东吗？砍15%，那平常晚上跟假日的 Teams 可以自动 off 吗？”各位，3句话你听出来没？第一句讲的不是钱，讲的是诚信；第二句讲的不是分配比例，讲的是权力结构，员工跟股东；第3句讲的不是我要罢工，讲的是用工作条件谈判。你不想分我，我也不想 stand by 呀。而且还有人喊要学三星罢工。5月25号当晚到5月26号白天，这些贴文在台积电员工内部社群疯传，9.1万员工里面有多少人看到？没有官方统计，但是业界记者高灿明听 Copen 采访表示，许多员工匿名在论坛跟社群媒体上表达他们的不满。5月26号周一下午，董事长魏哲家本来要出差的时候，亲自出手了。他做了3件事情。第一件，发内部信，信里面写什么？公司将于5月29号发放奖金，因为理解同仁都相当关心分红结果，会提前于5月27号开放查询系统，让员工在上班时可查询个人分红内容，并且强调台积电2026年第一季的分红相较去年第一季成长30%等等，是数字本身成长30%，不是利润比例成长30%。个人分红金额仍会依职级、年级及考虑因素有所差异。但整体而言，我相信今年整年的分红成长比例将高于去年的成长比例。注意到没有？他讲的都是成长比例，没有讲从利润里面分配的比例。第二件，取消出差。魏哲家原定5月27号要飞荷兰，很可能是去艾斯摩尔跟 High-NA EUV 设备供应商谈事情。这些在过去是不可能取消的，但是这次他取消了。各位同学，这个动作的情报量很大，对台积电董事长来讲，
国外客户会议跟内部员工沟通会哪个重要？10年前的答案是国外客户，2026年5月26号答案是员工沟通会啊。第3件事情，宣布5月27号上午10点开全台沟通会，开放全省41个演讲厅跟会议室同步连线，仅限台积电员工线上报名。5月26号傍晚到夜间，员工开抢名额，结果是什么？10分钟之内秒杀。媒体形容比演唱会还难抢。员工酸啊，公司对资讯外泄极度担忧，所以开放的名额有限。这个现象本身就值得我们停下来看一下。一个9.1万人的公司要跟员工沟通，最大争议怎么开会？开41场线上会议，每一场容量有限，员工要去抢报名。各位同学，三星电子有什么？三星有工会，全公司投票机制，所有正职员工都有表达权。台积电有什么？台积电有员工直服会，就是帮你办这个福利社卖乖乖的这个东西，那个职工福利委员会，有没有觉得很尴尬？没有工会，没有投票机制，没有正式的劳资协商管道，员工要说话只能在脸书社团爆料，员工要参加沟通会要去抢10分钟秒杀的名额，员工要表达意见要写匿名信给外国记者。高灿明，这就是2026年台积电的劳资结构。5月26日当晚，魏哲家跟黄仁勋吃饭，黄仁勋开心的吃了，开心的走出来发炒面跟甜点给媒体跟粉丝。黄仁勋是辉达 NVIDIA 的 CEO， 刚抵达台湾，要见魏哲家，要见 SK 海力士的 CEO。他走出餐厅发炒面跟甜点给媒体跟粉丝，没有发给工程师哦。媒体追问魏哲家的分红争议，他说什么？他说听明天呐，明天呐，明天呐。各位同学，这个3个字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我已经有立场了，但我留到明天沟通会讲。5月27号上午10点，魏哲家全台41场线上沟通会开始，时长1个半小时，会中7000多名员工同步参与。魏哲家在会中讲了什么？我整理成4个重点。重点1，分红总额成长30%，但比例下调。自2023年至今，台积电员工分红每年的成长幅度都不低于30%。今年如果同仁的绩效考核跟去年维持一致，我很有信心全年分红仍会强劲成长，而且增加的幅度甚至会超过去年30%。员工分红占公司去年获利比重约10%，低于去年12%。但因为台积电去年整体获利大幅成长超过50%，因此今年员工可分得的总奖金仍比去年增加30%。员工算的账是赚100元时分12%，12元；赚130元时分10%，13元，13元比12元多1块，听起来是赚，但比例变少这件事情是结构性的，员工在分红机制这条轨道上被往下挤了一格。重点二，哦，有台积电员工进来爆料，他觉得很不爽，你要小心被抓到啊！来，重点2叫利润分配3分法。魏哲家定调，公司利润在3个主要类别中分配：股东、员工跟 ESG 环境、社会和治理。他原话是：公司可以将更大比例的利润用于促进社会永续发展的项目，以回馈台湾。听 Copen 翻译成英文 ：In other words, more for ESG and less for staff。白话一点是给 ESG 加多钱，给员工减少钱。重点3是战无结构性调薪。小可，你是非洲人是不是？美国跟中国可以让员工这样闹，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你要不去看看美国可不可以罢工？你要不去看看美国的集体诉讼告台积电有多少人告？有多少人告？去他妈读书好不好？来。这个魏哲家说，目前再无结构性调薪的规划，但年度调薪将采取级值越低、调幅越高的原则，以照顾基层员工为主，且无法针对特定职级新增额外补贴。各句话，
各位同学，这段话什么意思？无结构性调薪，意思是基本薪资水平不变动，职级越低，调幅越高。意思是说，给基层调5%，给中高层调3%，但基层的5%比中高层的3%在金额上可能还少，无法针对特定职级新增补贴。意思是说，4-2轮、2班2轮技术员这种特别辛苦的职位没有额外补贴。讲罢的悲哀呀！好，来不管结构性这3个字非常微妙。魏哲家用的词是公司不会大规模重定薪资结构，员工听到的却是我的待遇结构不会改善。重点是他暗示工会弊大于利。被问到组工会的可能性，魏哲家明确表态，台积电是团结且有社会责任的公司，目前不需要工会。更狠的是，他暗示工会对员工弊大于利。各位同学，我讲白一点一家9.1万人的公司，市值占台湾加权指数35%，董事长拿了24亿台币的薪水，他亲口跟你说你不需要工会啊。这句话的权力结构是上对下、高对低，权力结构非常清楚。魏哲家最后定调，你要员工要买台积电股票，干小可，你这不读书怎么告赢得了？你知道美国的集体诉讼有多少是庭外和解？不读书我懒得回应啊，请你他妈长出脑来，拜托你不要拖累我的时间。来，魏哲家最后强调什么？强调公司未来没有分红天花板，只要营运持续成长，员工就有机会共享更大成果。而且他特别鼓励员工将分红投入购买台积电股票。也就是我给你钱了，你再把它拿回来买台积电的股票。他直言希望同仁记住今天说的话，只要长期持有台积电股票，未来生活无虞。各位同学，你知道很多现场员工听完之后什么感觉？他说：哈，我的分红被砍2个百分点，你告诉我把剩下的拿去买你自己公司的股票，这样我未来生活就无虞。股票涨不涨是市场决定的，会不会受美中科技战影响，会不会受川普关税政策影响，你都没办法保证的。但你自己2025年总薪酬算一算，7800万美金。后来他说不是，我们等下会解释。这就是本台最擅长的是当局话术反向解读公式。只要董事长亲口告诉你，买我公司股票未来无虞，你就一定要警觉。公司现在不打算用更多现金回馈员工，所以他需要用未来这个画饼来安抚你。5月27号下午，魏哲家沟通会结束，Tim Copeland 在 Copian 发表文章 ，The world's biggest chip maker is facing its biggest crisis yet。世界最大晶片制造商在面临史上最大危机。我们后面就会分析为什么 Copen 这篇文章72小时的关键字记下来。5月25号爆料，5月26号内部信加取消出差，5月27号41场沟通会同时进行，线上沟通10分钟秒杀加利润3分法，暗示无工会加买股票画饼。对外，华为在掏定律的那72小时，对内神山的员工在脸书社团爆料，对外台积电董事长要去荷兰谈艾斯摩尔 High NA EUV 那72小时，内部员工在问我的分红去哪里了？2个战场72小时，同一个董事长要兼顾魏哲家取消了荷兰出差，但是分红占比的下调不会取消，这就是利润折叠的全纪录。我赶快继续念一下斗内啊，各位，我们的目标是20个斗内，目前已经有11个了，请各位继续斗内。那这个斗内完了，我就可以讲开心的青鸟挺戒严。还有顺带一提啊，我们现在按赞是多少人？有没有这个人可以告诉我？继续多按赞一下。
Mr. 刘建议说，华为做法不就跟军工产业一样，发布时已经在研发下一个世代了，鬼岛一堆井蛙还在用狭隘的眼光看别人。谢谢 Natasha 的斗内，河畔微光说，我猜鸟鸟是要歌颂领袖。刘梯两说，想想华为的涛定律，看看三星宣称2035年要夺回世界代工第一的宝座，感觉可以两家结拜了。这个刘梯两说，插花个离题的八卦，讲上亿的人生总是迟来的真相，多年后才证明它是对的，提早10年完成的 CoWoS 制程，直到 AI 爆发才证明这个研发的价值。华为所提出的涛定律，证明当初中兴2017选择2017选择梁孟松的先进制程的路线，而没有选择蒋尚义的先进制程路线，先进封装路线所浪费的时间与资源实在难以计算。出口55，谢谢你的抖内。Mr. 阿卡赛说，迟到抱歉，先小抖一点，目标晚点从头看起。支持九哥使用阿萨布鲁道具担任阿鲁巴诸大活动，请各位网友别吝啬按赞。手机热推有余力者，烦请移下至阿在福利社选购精选商品，谢谢。AADDEEC 赞助达目标 ，Swiss Bar FD 黄启明说小小赞助，但是你用那个苹果，所以你没有抖到黄色的抖内，好不好？来，各位，接下来要讲三星跟海力士啦，看看背后的这个景象有没有很壮观。有吧？人家在干什么？人家在争取分红，人家在拼命的争利益。蔡兆和说，目前正在加护病房，理解了护理人员的辛苦，请大家为护理人员加油打气，也希望你的家人或你自己一切平安啦，好不好？大家帮蔡兆和集个气吧，请加1，希望他跟他的家人都身体健康，好吗？我们这个也是老朋友了。来，我继续这样讲，大家帮他按加1集气的时候，我继续往下说。来，希望他早日康复。各位同学，我们现在要做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把5月27号这一天台积电发生事情跟同一天韩国发生事情并排放在你面前。5月27号，新竹台积电全台41场线上沟通会10分钟秒杀，魏哲家定调员工分红占比从12%降到10%，被问到工会，他暗示工会对员工弊大于利。5月27号，韩国三星电子工会投票结果出炉，73.7%通过薪资协议，投票率95.5%，半导体部门员工平均拿到5.13亿韩元，约1000万新台币。两件事情发生在同一天。但是各位同学，我今天真的要把这个对照讲得更深一点，因为韩国这边不是只有三星，真正让三星员工坐不住的是隔壁那家公司 SK 海力士。SK 海力士是什么状况呢？他们更强、更剽悍、更了不起。我们先讲三星好了。三星电子工会本来要从5月21号开始罢工18天，这是三星1969年创立以来第2次罢工。为什么罢工？因为三星半导体部门2026年利润暴涨，工会要求把营业利益的15%固定拨为员工奖金，取消奖金上限，资方不肯。工会赞成投票之后要罢工的人比例有多少？93.1%。然后韩国政府出手，雇佣劳动部长金荣训亲自坐上谈判桌。注意，这是国家级的劳资介入，谈了6个小时，5月20号深夜达成暂时性协议。协议内容是，三星同意把10.5%的营业利润以股票形式发给员工，加上1.5%的现金奖金，机制持续10年。5月27号，工会投票73.7%通过生效。各位同学，但是为什么三星会被逼到这一步？因为隔壁的 SK 海力士已经先做了。SK 海力士2025年9月，海力士的工会跟资方谈判达成一个协议，把员工分红的天花板拆掉。原本海力士的分红上限是基本薪的1000%，就是10倍年薪封底。2025年9月之后，这个天花板没了，固定提拨年度营业利益的10%进奖金池，没有上限，公司赚越多，员工拿越多，为期10年。然后2026年第一季，海力士交出一张半导体史上最夸张的成绩单，营收52.6兆韩元，营业利润
6兆韩元，营业利益率71%。各位，71%，台积电同期的营业利益率是多少？58%。各位在听直播的同学，听清楚了没有 ？SK 海力士啊，用了一个季度的数字，把我们的护国神商台积电在获利率上面压了下去。为什么？因为 HBM 高频宽记忆体、AI 资料中心的心脏 ，NVIDIA 的每一颗 H200、每一块 Blackwell， 甚至 Rubin 架构都要高频宽 HBM 位算力。SK 海力士吃下全球 HBM 市场的59%份额，订单排到2027年。我的大学同学讲，他在某家公司任职，他说他们连子品牌没有那么好的子品牌都没有记忆体可以卖，没有。那么海力士员工拿多少？以每年提拨10%利润的机制算，2026年每位员工平均可分到6到7亿韩元，约1320万台币，加上本薪，海力士员工几乎人人日领5到10万台币。韩国员工最高可领30个月的基本工资当奖金。各位，这就是为什么三星员工要罢工了。而你听了之后，台积电员工也很想罢工，但没有地方去。不是因为三星给的少，三星给的也不少，是因为隔壁海力士的工会已经把10%的利润无上限10年契约这个东西用白纸黑字签下来了。三星员工一看，凭什么海力士工程师有，我们没有？过去4个月，已经有超过200名三星的核心工程师跳槽到 SK 海力士了。各位同学，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员工用脚投票，良臣择主而事。这个不对啊，贤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呀。在韩国，因为有工会会罢工，有同业比较，员工的脚真的会走到对待员工更好的那家公司。我们把这3家摆在一起，一起看看我背后这张图。这张图刺眼的地方在哪？不是钱的多寡，是机制的有无。韩国的记忆体工程师可以拿1300万台币，因为他们有工会、有罢工权、有同业挖角压力、有政府介入。他们的高分红是法律契约保障的10年。老板说反悔也反悔不了，工会会告。台积电的工程师呢，可以拿264万台币，但这个数字没有任何法律保障。我不知道台积电员工有多少人去看韩国的事情，他们可能没空，但是你推荐给你的同学来看我们今天这一篇。魏哲家在5月27日公听会的原话说，每年的利润分配仍需由董事会根据实际营收重新决定，无法保证来年状况。翻译一下，我今年给你10%，明年可能8%，后年可能6%，我说了算。没有天花板是真的，没有最高拿多少的限制，也没有地板也是真的，没有最低保证多少的契约。不要何小 BB， 不要在那边瞎扯啦。台积赴美员工薪资应该有加倍了，去你妈的！你去找出证据来。我跟你讲，没有，我知道的比你多，我他妈都没讲了，就你在那边瞎吹，加倍嘞，干了不台湾被挖空了，不要再做梦了，回去睡，邓基苦。来，为什么韩国工程师有工会，台湾工程师没有？各位同学，这是一个历史结构问题。韩国的工会运动从1980年代军事独裁时期被打压，民主化之后反弹，所以劳工组织非常强。三星2024年才第一次罢工成功，这是30年抗争才换来的。海力士工会2025年9月谈下了无上限分红，这也是工会集体谈判的成果。台湾呢，台积电从成立第一天就采取不设工会的传统，用职工福利委员会处理员工关系。职工福利委员会的功能是什么？发节庆礼金、办员工旅游、处理劳健保。工会的功能是什么？代表员工跟工会签集体协约，可以发动罢工，可以告公司违反劳动法。差别在哪？职福会是公司给你的福利执行单位，它的存在是为了让员工开心，但它没有跟公司对等谈判的法律地位。工会是员工集体谈判的法律主体，它可以把刀架在公司脖子上，不签就罢工。各位听直播的同学，你现在懂了吧？
5月27号，海力士跟三星的工程师因为有工会，把10%的利润、10年的契约签进白纸黑字。5月27号，台积电的工程师因为没有工会，被董事长亲口告知你不需要工会，分红占比从12%降到10%，而且这个比例没有任何保障。差别不在公司赚不赚钱，台积电很赚钱，差别在于员工有没有对等谈判力。下一章我们把这个结构拉到一个更尖锐的地方。当隔壁的韩国工程师靠工会拿到1300万新台币的月薪，年薪，当员工发现自己分红占比被砍2%，而董事长魏哲家2025年的总薪酬是多少？这已经不是劳资沟通不良可以解释的了，这是一个9.1万人的卖干工程师团队遇到一个用传产惯老板心态管理的董事长，而且他们连走的地方都没有。来，各位，数字越来越尴尬了，数字越来越尴尬了。为什么尴尬呢？各位同学，前面我们讲了好多技术、好多战略、好多国际对照，这一章我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放下。我要讲一个人，我们要讲9.1万个人。我要讲台积电的基层工程师。我先丢一个数字给你，魏哲家年报揭露的总薪酬是新台币24.22亿元。这个数字不是我猜的，是台积电2025年年报自己揭露，独立媒体 Copen 创办人高灿明听 Copen 撰文点出来的。员工知道老板领很多，但是不知道有他妈这么多。高灿明采访的台积电员工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们知道给他的钱金额很庞大，没想到竟然如此惊人呐！”各位同学，我们先做一件公平的事情，把魏哲家自己的澄清版讲给你听，不然他拿那个24亿的里面的一小咪咪钱来告我，他妈就要上街要饭了。6月4号，3天前，台积电股东会后媒体交流，魏哲家亲口解释，这24.22亿因为董事会3年任期的薪资一次提列，后面2年根本还没领到。为什么调高？因为董事会评估他的年薪跟国外厂商 CEO 相比偏低。他还补了一句：“我不会因为钱留下来。”好，来，我们就用他自己的版本来算，好吗？24.22亿除以3年，1年等于8亿左右，1年等于8亿左右。那好，8亿对不对？但其实这个数字不对，但没关系，我们照这个讲。台积电台湾员工人均分红，2025年264万，8亿除以264万等于306倍。各位同学用魏哲家自己的澄清版本算，他1年的薪酬还是306个基层工程师全年分红的总和。而且高灿明的另外2个计算仍然成立。魏哲家的薪资占公司净利的比例，2025年增加了75%，他的薪酬成长速度超过了员工薪酬的中位数。但我们今天要先分析的是我跟你讲，现在台湾的记者太客气了，遇到这些大老板、有钱的人，腿先软。先软是什么问题？是他讲的东西你就信，你现场没有提问。我问你，3年提列这个说法是不是包含了分红？对吧？那24亿是正确的数字吗？各位同学，你仔细想一想，魏哲家的逻辑是年报上一次揭露3年任期的薪资，后面2年我根本还没领到，那个讲出来的数字好看而已，他让你得出来结论是，所以我实际领的比24.22亿少。就多嘛得古拉塞，请各位稍稍停一下，来想象一下，好像不太对。来，我们看背后这张图，魏哲家一定很恨我，
因为记者跟股民就被糊弄过去了。但是我想办法分析了一下，魏哲家想让媒体跟一般网友得到的结论是，所以我实际领的比24.22亿少了。我告诉你错，方向完全相反，全错。因为魏哲家的薪酬结构，薪水本身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跟业绩挂钩的奖金跟利润分成。请问台积电的业绩会怎么走？魏哲家自己在同一场股东会挂的保证是2026年全年美元营收成长超过30%，员工分红成长没有天花板，请继续买台积电股票，没有看到停止成长指标。好，如果业绩照他自己讲的年年涨30%，那他后2年还没领到的业绩联动红利会比预列的多还是少？当然是多。所以24.22亿后2年还没领到这句话的真实意思，不是我实际领比较少，是24.22亿是地板，不是天花板嘛。如果没有意外，我们用魏哲家的说法打脸他自己，没有意外，3年实领必然超过24.22亿元。各位，这种预先揭露业绩联动薪酬的把戏呢，美股有一个教科书级的案例，我们前几天才讲过 ，Palantir 的 CEO Alex Karp。Palantir 是美国的 AI 数据分析公司。Karp 在2020年公司上市的时候，拿到一笔巨额的股票期权奖励，之后就再也没有拿过新的股票授予喽。听起来很节制，对不对？对。然后2024年一年 ，Palantir 的股价一年暴增340%。那笔早就揭露过的期权价值跟着暴涨，结果是什么 ？Palantir 2024年的股东会文件揭露 ，Karp 当年的实质支付薪酬 （compensation actually paid） 68亿美元，约2200亿新台币。同一份文件里面，传统的薪酬摘要表上面写什么？他的薪资是460万美元，但他实质拿的薪水是68亿美金，因为那包含了分红，差了1478倍。同一个人，同一年。同一份文件，差别在哪里？差在揭露时点的估值跟业绩上涨的实际价值啊！各位在听直播的同学，这就是我要你看懂的结构啦。业绩联动的薪酬揭露数字永远只是起点，公司业绩越好，实领跟揭露的差距越大啊！我想到一件事情，各位。Palantir 这个字其实来自于魔界的真知金球，而且 Palantir 是一个很知名的妖股。妖股，什么叫妖股？就是他妈它上涨的太夸张了。有没有人想要听介绍 Palantir 的直播？想的请按1，好不好？我看一下有多少人。顺带一提，我们今天的那个斗内的目标只剩7分25秒咯。如果通过目标，我就会做一集讨论为何现在青鸟忽然之间在网络上协同作战、挺戒严，是不是他们想要发动什么样子的活动？是急了吗？这么想要听 Palantir， 好啊，没关系，我之后就排一下。这家公司很有趣，好吧？我再剩5分钟。这个定制题目就要过了哦，我跟你保证，南韩的那一集很妙哦。那还有我们现在有多少人按赞我现在看不到我只能看到线上同时观看人数在1500人。对啊，
我跟你分析，我跟你讲，有协同作战的可能在背后。我今天已经分析过了，来，业绩联动的薪酬揭露数字永远只是起点，公司业绩越好，实领跟揭露的差距越大。Cobb 的揭露数字变68亿美金，是因为 Palantir 涨了340%，魏哲家的24.22亿3年提列，在台积电年年成长30%的前提下，3年后回头看，这个数字只会被超过，不会领不满。所以当魏哲家说：“哎呀，那个数字好看而已。”我来帮各位翻译，那个数字3年之后回头看会显得太客气而已。来，我带各位算一次。各位同学，先把丑话讲在前面，这一段是事实试算哦，不是事实。我不是台积电董事会薪酬委员会。你想听青岛挺戒严的故事，你抖30块根本没有达到目标啊！我剩5分29秒哦。你不抖多一点就没办法达成。我们现在798，是不是？请大家多多按赞啊！连那900按赞数都没破，妈，今天这一集不就干 ？IIS 呱呱说支持朱大，好哦。那请各位还是要继续抖内，来没关系。那我这样子可能2天之后我就追这一集，这个很夸张。来，我帮你实际算一下，我用每一个前提。都用魏哲家自己在公开场合讲过的话。前提一，请各位多多按赞啊！妈的，今天节目我个人觉得做得很好，你们不按赞，在那边客气什么东西？来，前提一，24.22亿是3年任期一次提列，魏哲家6月4号自己说的，平均1年8.07亿。前提二，他的薪酬大部分是跟业绩挂钩的奖金跟利润分成，薪水本身占小部分。年报揭露结构 ，Copian 报道过的。前提三。台积电业绩年年成长超过30%，魏哲家6月4号股东会自己挂了保证，而且他说过去3年都做到了。我的模型很简单，谢谢大家达成目标了。礼拜3我们就来做这一场认知作战，到底所谓何来？来。简单到没有任何操作空间，魏哲家要告我也告不了。假设薪资跟着获利等比联动，因为薪水部分占比小，这个简化的误差有限，而且如果要更精确，只会让数字稍微低一点点，结构不变。开始算，情境一，照他自己保证的年年加30%的业绩，第一年8.07亿，第二年8.07乘以 1.3 10.5亿，第二年再乘以 1.3 13.6亿。注意 1.3 是一个复利哦，3年合计拿到32.2亿，比年报揭露的24.22亿多了8倍。情境二，用已经发生的事实来算。2025年呢，台积电的获利成长不是30%，超过50%，EPS 能年增58.3%，这不是预测，这是已经公布的财报。我们把第二年呢改用实际数字，第二年2025年等于8.07乘以 1.5 等于12.1亿。各位同学停在这里，你看一下这个数字12.1亿哦，看一下我背后这个数字哦。黄仁勋2026财年的年薪是多少？11.7亿台币啊！魏哲家在6月4号股东会说什么？我不知道，要工作几百年才会到达这个境界。照这个试算表，他追上黄仁勋的年薪只要1年，2025年他就追过啦。CC 喂，你的年薪，你1年拿的钱比黄仁勋的年薪要多啦。不要不开心，好不好？不要不开心。目前嘛，我按赞才897而已哦，请大家至少按个赞吧。来，他当然追不上黄仁勋30年创业累积的5兆身价，没有错。但年薪这个股东真正在问的东西，试算上他可能已经赢了。把情境2算完，第3年，照他保证的加30%，15.7亿，3年合计约35.9亿，比年报揭露的24.22亿多了快12亿呀，超出48%呀。我再强调一次，这是试算啊，前提我都照着魏哲家自己公开讲过的话，3年提列业绩联动，年年成长30%以上。
实际数字要等台积电未来的年报揭露才知道。如果台积电业绩不如他自己讲的，数字不成立，他骗人。但这样的话，请继续买台积电股票这句话，问题就更大了。换句话说，这个试算有一个魏哲家逃不掉的结构，只是他在股东大会现场没有人用 AI 现场推论过，我们有，所以你在这边听到的东西，你在别台听不到。但我反正也不藏私，我也欢迎各位把这一段剪下来传出去，让大家看到。数学算错了，各位，黄仁勋的年报酬呢，已经比不过 CC 位啦，哈哈哈哈，有没有搞错？来，业绩好。魏哲家的实领会超过24.22亿，后2年还没领到，会变成后2年领更多。业绩不好，他叫266万股东跟台积电员工继续买，就是一个问题。2条路你要选一个。第二个更深的，年报上根本没写3年提列哦。我们跟高灿明一样去看了那个年报，上面没有写。台积电年报的董事及经理人酬金章节就只有一个金额，24.22亿，没有任何此为3年任期一次提列的数据。3年提列这个说法是6月4号股东会结束之后，媒体联访的时候，魏哲家口头补充的，而且他还补了一句。24.22亿不是我自己提的，是董事会的决定。董事会希望我留久一点，什么意思？意思是266万个台积电股东，全台湾的媒体、社会大众翻开年报看到的就是24.22亿。如果你不是刚好在6月4号那场媒体联访现场，你根本不会知道有3年提列这个解释。员工分红有争议，可以开全台41场沟通会亲自解释。自己的薪酬有争议，年报上一个数字，会后一句口头补充就混过去了。对员工沟通开41场，对社会揭露1行字，这就是 CC 为魏哲家的薪酬揭露的透明度。但是我们今天要分析的还不是这个数字本身。6月4号股东会上，魏哲家亲口暴露的双标逻辑，你听好哦。当解释自己的薪酬为什么调高的时候，他说董事会评估我的年薪跟国外厂商 CEO 相比偏低。但股东问他年薪是不是比黄仁勋高的时候，他说没有啦，台湾的制度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各位同学，同一场股东会，同一张嘴，同一个下午，自己的薪酬要跟国外 CEO 看齐，因为相比偏低，员工的分红就回到台湾的制度啦。怎么不跟南韩比呢？因为台湾制度不同。比较基准，想换就换，对自己用矽谷标准，对员工用台湾标准，这就是双标。白纸黑字，媒体都在场，他自己讲的。还有更精彩的，股东在会中问魏哲家的年薪现在有比 Jensen 高吗？有比黄仁勋高吗？魏哲家怎么回？他说没有啦 ，Jensen 的身价是1700亿美金，大概5兆台币。我不知道要工作几百年才会到这个境界。大家看到 Jensen 要尊敬一点，全场呵呵呵呵笑。媒体写幽默大师。各位听直播的同学有没有发现哪里不对？股东问的是年薪，他答的是身价。黄仁勋的5兆身价是他30年持有辉达股票累积出来的创办人财富，那不是年薪。拿对方30年的身价去回答你今年的年薪，然后用一个笑话把问题盖过去，这是教科书等级的话术偷换。问 A 答 B， 还让全场笑着放过你。我现在把真实数字摊开来啊，你去查财报，各位同学自己看。黄仁勋2026财年 fiscal year 的年薪，辉达 DF14A 文件白纸黑字是3630万美元，约11.7亿台币，还比前一年衰退27%。而魏哲家年报揭露的是24.22亿。如果不除以3的话，魏哲家年报上的数字是黄仁勋年薪的2倍呀！
黄仁勋管的是市值超过4兆美元，全世界最值钱的公司。台积电的市值大概是辉达的1/3，就算用魏哲家自己的除以3版本，年均8亿 versus 黄仁勋的11.7亿，两个专业经理人已经是同一个量级了。而黄仁勋那个5兆身价是他30年创办人持股累积的，那不是薪水，那是创业啊！魏哲家是专业经理人，他的24.22亿每一块都是公司付的薪酬，拿对方30年的创业身价来遮自己2倍于对方年薪的揭露数字，这就是6月4号那个幽默的真实结构。最后一刀啊，魏哲家自己出来说了张忠谋交代什么。魏哲家在股东会亲口透露，创办人张忠谋当年交棒的时候，特别提醒他要持续照顾员工分红。他还说，因为遵守这个交代，所以分红没有天花板。各位同学，我们来仔细分析这一笔账。张忠谋交代要照顾员工分红，魏哲家做的是员工分红占比12%砍到10%，自己的薪酬从前一年年报的9.46亿跳到24.22亿，成长156%。一边把创办人的交代挂在嘴上讲给股东听，一边把员工的占比砍掉，自己的揭露数字翻1.5倍。他在股东会还讲了一句：分红不是理所当然，对象是谁？是员工，是员工分红不是理所当然，我分红呢？一边把创办人的话挂在嘴边，但他实际做的不一样。分红不是理所当然，但是我的24.22亿呢，是董事会决定的，是跟国外 CEO 对标的，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对比不需要我再加任何形容词吧？而且我告诉你，台湾不知道怎么搞的，妈，股市分析师或是财经媒体没有一个人针对这件事情算是不好，是不是？看不出来这个东西算起来有问题嘛？我跟各位讲啊，这些幽默在股东会很好用啊，但新竹科学园区无尘室你们的工程师看到这些新闻，他笑不出来。你看到这一段，请你务必分享给你的同事、你的朋友。现在我们要让基层工程师说话。5月25号，脸书社团 TSMC 大小事上面，员工是这样写的，我评论先念给各位听。员工每天战战兢兢的工作，为公司卖肝卖命，结果砍员工分红给股东吗？想改就改，想变就变，就像内部的管理手法一样，毫无诚信可言。砍15%，那平常日晚上跟假日 Teams 可以自动 off 吗？从今天开始，该休息就休息，该吃饭就吃饭，值班势必要睡觉，手机直接开勿扰，钱到位再叫我们做事。还有一个待了20多年的老员工说，他说细节制度转变时的失落，还有那份对张忠谋时代员工是资产的怀念，我们这一代人完全懂。各位在听直播的同学，你听出来这句话的重点没有？第一句讲的不是钱，讲的是卖肝卖命。台积电工程师的工时轮班 on call， 无尘室里面一站12个小时，这些是真的。第二句讲的不是比例，讲的是诚信，员工觉得被骗了。第三句、第四句讲的不是罢工，讲的是我不想再无条件付出了。最后一句讲的不是现在，讲的是张忠谋时代员工是资产，现在员工是开销。我今天要讲一句很重的话，魏哲家管理9.1万个台湾最顶尖的工程师，但他用的是台湾传统产业老板那套心态。我给你的已经比外面好了，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这句话你熟不熟？台湾中小企业老板最爱讲的话。魏哲家在5月27号公通会上几乎是把这句话的高级版本讲了一遍。他说台积电的待遇优于业界，他说公司采取命运共同体的利润分配模式，他说不裁员，这是创办人的要求，他说鼓励员工把分红拿去买台积电股票，未来生活无虞。各位同学，这5句话拆开来看，每一句都是惯老板语法。待遇优于业界，你不要不知足，外面更惨。命运共同体，公司赚钱是大家的功劳，但分配多少我决定。不裁员，我没有赶你走，你就该感恩。买股票未来无虞，我不给你现金，我给你画饼。这就是当局的话术，反向翻译的公式，本台最擅长的。只要老板告诉你我对你已经很好，你就要警觉，他真的用比烂的方式让你闭嘴。各位同学，问题是台积电工程师比烂比得赢吗？比不赢。台积电的待遇在台湾的确是顶尖，在台湾为什么工程师还是不爽？因为他看到的不是台湾的烂，他们看到是隔壁韩国的好。海力士工程师靠工会拿了1320万。
三星工程师靠罢工拿了1000万，顶级1300万；台积电工程师人均264万，而且分红占比还被砍。而董事长3年任期提列24.22亿，就算照他自己的说法，1年也是8亿。这就是惯老板心态最致命的地方。他假设员工没有比较对象，没有新的选择，但是我们今天给所有台湾的高科技员工看到韩国是怎么样子对待自己的员工的，我们给你看。2026年的台积电工程师有没有比较对象？有，我告诉你。台积电工程师在台湾真的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你是一个台积电7奈米制程的工程师，你不爽，你想走，你能去哪？联电吗？规模待遇差一点。力积电吗？成熟制程为主，其他台厂没有一家能给你台积电的薪水。你想去韩国海力士，要移民，要学韩文，家庭怎么办？你想去美国 Intel 或马斯克的 Terafab， 要举家搬迁、签证、小孩教育。你想去中国大陆，政治风险，台湾政府的敏感行业管制。所以台积电的工程师的处境是什么？他被绑在这里。台积电的半导体就业市场只有这一座神山。韩国工程师不爽，可以从三星走到海力士，因为韩国有2座山，互相竞争，互相挖角。台湾只有一座护国神山。各位同学，我讲白一点，当员工没有工会，没有别的选择，这2个条件同时成立的时候，老板对员工的议价能力是无限大。你不爽，你能怎样？你又没有工会，你又走不了。你扬言罢工，台积电没有合法工会，罢工程序走不起来。一军欠，你一定他妈不懂中文，对不对？我不懂3年提列什么意思吗？你他妈倒回去看，干你娘嘞！我跟你讲，魏哲家可以拿到30几亿，你懂不懂？你不会数学是不是？回去看，你以为我跟你一样笨吗？3年提列就除以3哦，蠢！你3年提列，你的分红要不要照比例增加呀？不要，对不对？就是你这么笨，这么容易被魏哲家骗，现在台积电才在台湾对员工这么坏，因为你笨，因为你没有办法分辨。请各位把数学学好。我这样讲，你不爽你能怎么样？你又没工会，又走不了。你扬言罢工，台积电没有合法工会，罢工程序走不起来。信正3字经都出来了，干你娘鸡歪嘞！怎么样？没有被人家骂过是不是？要不要再骂一次啊？操你妈！你以为你是谁呀？你在那边管什么东西呀？媒体不敢得罪 CC 位，我敢呐！我没差啦，你他妈就这样啦，怎么办？我更生人呐，你要怎么样？有种拿数学来跟我拼呐！有种拿数学跟我拼嘛！真是的。我都算过了，回去看，倒回去看，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我好不容易讲完那一段，我数学都算完，你跟我讲算少了，我他妈算到30几亿了。来，我今天要下的最重的一个判断啦，魏哲家不是坏人，台积电不是血汗工厂，台积电工程师的待遇在台湾是顶尖的。但是当你一个董事长面对9.1万个没有工会又走不了的顶尖工程师，选择用我对你已经够好的传产惯老板心态，把员工分红占比从12%砍到10%，而自己的薪酬要跟国外 CEO 看齐，这在结构上就是一种凌虐。不是肉体的凌虐，是我知道你跑不掉，所以我可以这样对你的那种凌虐。还有一个最新鲜的后续，各位同学你一定要知道啊！6月4号股东会，魏哲家再次喊话，请继续买台积电股票。他说公司没看到停止成长的指标。有股东说朋友靠台积电赚到买房头期款，魏哲家回如果预计买股票，请继续。这跟5月27号沟通会跟员工讲的买台积电股票，未来生活无虞是同一套话术。然后呢，
各位，6月5号星期五，美股重摔，纳斯达克单日跌超过4%，台积电 ADR 收415.17美元，单日跌29.75美元，跌幅6.69%。盘后交易再跌1%，跌到41.5。6月6号，台指期夜盘跟着雪崩3006点，跌幅6.65%。6.65%，史上最大单日跌点，台积电期货一律跌停。各位，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投票，我马上就要开票了。你觉得台湾周一股市会怎么样？还没投票的赶快投，还没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的赶快按赞。目前按赞好像还没破1000呢，笑死人！来，你觉得台湾周一股市会怎么样？68%的人会选大跌，请大家珍惜生命，钱赚再赚就有了。15%小跌，台湾给你客气一下而已。8%说小涨，台湾是举世滔滔的幸福之地。9%是大涨，相信台积电迈向成功。来，各位，今天是6月7号。星期天，台股、美股现在全部都休市，上面这些是市场留给你的最后数字。明天早上9点，台股开盘，台积电会怎么开？明天晚上9点半，美股开盘 ，ADR 会怎么走？魏哲家6月4号才叫你，请继续买。隔一个交易日 ，ADR 先跌6.69%给你看。明天请继续买台积电股票。这句话的第一个验证日，我不是说台积电股票不好，台积电过去1年股价从950块涨到2425，一年涨了1.5倍，这是事实。我要说出来的是，买股票表示未来生活无虞，未来生活无虞。这句话本身就不该从一个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嘴巴讲出来呀。股价会涨会跌，会受美中科技战的影响，会受美股的联动影响，会受川普的关税影响，这些魏哲家一个都保证不了。6月6号的期货已经示范给你看了，他能保证的东西只有一个，员工分红的占比跟契约，而那个东西他选择砍掉，选择不签呐。把他保证不了的东西拿来画饼，他保证得了的东西拿到，这就是冠老板话术的完整结构。各位同学，这个结构有个历史先例，我要讲2009年的蔡力行。2009年的蔡力行是怎么样？这张图就是了。2009年的金融海啸，台积电当时的 CEO 是蔡力行，他做了所有教科书会教的事情，裁员，以绩效不佳为名，淘汰了840个员工。结果呢，被裁的员工成立自救会，跑到创办人张忠谋大直的家门口陈情。我每天早上运动会经过那边，高喊假淘汰真裁员，企业巨无霸，说谎欺负人。有25个员工在张忠谋家附近的小公园过夜。张忠谋的太太张淑芬整晚没睡，隔天一早买了30人份的豆浆、烧饼、油条，亲自去慰问。然后2009年6月11号，台积电2万名员工同时收到一封信，董事会一致推举张忠谋博士续任董事长。各位，这封信的意思是张忠谋亲手策换了蔡力行。张忠谋为什么这么生气？他在自传里面写，裁员时沮丧的不只是被裁的员工，而是全部员工。未被裁的员工一般的感想是，最高阶层一点都不在乎员工，一有问题就把员工当开销。各位同学，最高阶层一点都不在乎员工这句话，17年后的今天又回到了新竹科学园区，只是这次结构不一样了。2009年的蔡力行搞砸员工关系，张忠谋亲手策换他。2026年的魏哲家呢，张忠谋已经94岁退休了。台积电董事会最大单一股东是国发基金6.38%，其他都是分散的外资。这些外资要什么？要 ROI， 要股东回馈，要 ESG 报告。他们不会替员工策换 CEO 的。所以各位同学，2026年的台积电工程师啊，比2009年的更惨。
2009年的员工还有一个张忠谋会替他们出头，2026年的员工没有张忠谋了，只有一个薪资向矽谷看齐，分红向台湾看齐，告诉他们你不需要工会的董事长跟一群只在乎股价的外资股东，这就是这一章的结论。真相是什么？台积电工程师面对的不是薪水不够高，而是没有工会、没有选择、没有人替他们出头的三重结构困境。而董事长用传产惯老板的心态，把这个困境当成可以利用的议价优势。科学告诉我们，员工的善意不是无限的。韩国200个三星工程师已经用脚投票走去海力士，台积电工程师走不了，但他们会用另外一个方式投票，该休息就休息，手机开勿扰，钱到位再做事。一个工程团队的心一旦凉了，良率、交期、品质的慢性下滑是用钱补不回来的。但问题是，你要当护国神山，你要靠这9.1万个工程师的肝去对抗华为的涛定律，去填美国的晶圆厂，去满足外资的 ESG， 你不可能一边要他们卖肝，一边把他们的分红占比砍掉，告诉他们你不需要工会，自己的薪酬用国外标准调高，等价交换的铁律是你今天省下来那2%分红占比，会在未来某一天以良率下滑、人才流失，那群全世界最会做晶片的人，不再卖命的形式加倍还回来。蔡力行的代价是丢了 CEO 的位置，魏哲家的代价还在路上。我们接下来做总结了，各位还没有按赞的赶快按赞。有没有告诉我现在按赞数是多少？我们已经要结束了哦。来，不是的，你如果要跑大陆的话，就直接去大陆工作了。再不然你就去跑加州，加州的竞业规定是违法的。好了，现在有1028，赶快看能不能按赞能够冲到1100啦，我们快结束了。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把2个多小时论证全部收束起来。我今天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核心叫做逻辑折叠跟利润折叠。对外，华为、折电路、涛定律、逻辑折叠，麒麟2026、2031等效1.4奈米，不是天才创新，是被制裁6年逼出来的非对称战略。背后有国产 DUV， 有大基金3440亿人民币，有国家意志。但问题是，连台积电都主动减速转向 CoWoS 先进封装，殊途同归啊！对岸折电路是为了在被卡死的阵地上活下去。对内呢？台湾的护国神山把红利给折起来了，员工分红占比从12%跌到10%，没有工会，没有罢工权，董事长告诉你你不需要工会，董事长自己3年任期提列2422亿，用他自己的澄清版本算，1年就算8亿好了。员工人均分红306倍，自己的薪资跟国外 CEO 看齐，员工的分红台湾制度不同，而且财报上面没有写是3年提列哦，没有写。是3年提列，只有他自己用嘴巴讲的，2个都叫 folding 啊。但是各位同学，我要问一个问题啊：对岸折电路是为了活下去，台积电在家里折红利是为了谁？魏哲家会告诉你是为了 ESG， 为了股东，为了回馈台湾，为了公司永续。但是当你把员工分红砍2%，跟董事长薪酬成长75%放在同一张财报里面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 folding 折掉的是9.1万个卖肝工程师的那一块。我今天要下3个判断。第一条判断，护国神山真正的护城河不是奈米制程，是9.1万个优秀、愿意卖肝、忠诚无比的工程师。魏哲家自己最清楚这件事，他从基层做起。台积电过去20年能击败 Intel、三星、联电，靠的不只是艾斯摩尔的设备，不只是张忠谋的眼光，靠的是那群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的良率、做不到的交期、做不到的品质的工程师。苹果、辉达、AMD 为什么忠诚？是因为台积电的工程师厉害啊，不是因为魏哲家。但是忠诚这件事情是双向。当员工在脸书社团写毫无诚信可言，当员工把不满匿名告诉外国记者，而不是相信公司，当员工发现董事长的薪酬用矽谷标准调高，自己的分红占比却被砍，这条护城河正在裂解，不是大裂，是细微的看不见但是会累积的裂痕。
第二条判断，冠老板心态最危险的地方，是他假设员工没得选。魏哲家用的是台湾传产老板那一套，我对你已经比对外面好了，你还有什么好抱怨？这套心态，谢谢啤酒董内的一个这个比战的贴图。这套心态的前提是员工没有工会，员工走不掉，员工只能忍。而台积电工程师确实在台湾走不掉，台湾只有一座护国神山。但是各位，韩国给我们看了另外一个版本。谢谢 Hillary Lin 送了柯基犬。海力士工程师靠工会把10%利润无上限10年契约签进白纸黑字，三星工程师靠罢工逼出10.5%利润的10年协议。过去4个月，200个三星工程师，韩国工程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工会、有罢工权，有2座山可以互相挖角。台湾工程师为什么不能？因为没有工会，只有1座山。科学告诉我们啊，当员工没得选的时候，他们不会集体辞职，但他们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投票。该休息就休息，手机开勿扰，钱到位才做事。一个工程师团队的心一旦凉了，良率、交期、品质的慢性下滑，是钱补不回来的。第3条判断，等价交换。你要当护国神山，你今天省下来了，未来要加倍还。台积电要对外打华为，要对美国投资16501亿，要给外资71.98%这些回报，要做 ESG 永续，这2条战线都不能让步，因为每一条背后都是有组织、有法律保障、有政治压力的对手，最后被挤的就是最弱势的那第5条战线员工。原因是员工是唯一一个没有工会、没有罢工权、没有政府介入、没有对等谈判力的人。魏哲家不是坏人，但他做了一个结构性的选择。当你面对9.1万个没有工会又走不掉的顶尖工程师，你选择用惯老板心态把他们当成可以被压缩的成本，就这么解决掉。各位，这是今天最沉重的真相。台积电工程师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比2009年蔡力行案更惨的局。2009年的员工还有张忠谋会替他们出头，会亲手策换搞砸员工关系的 CEO。2026年的员工没有张忠谋了，只有一个薪资向矽谷看齐，告诉他们你不需要工会的董事长跟一群只在乎股价的外资。没有工会替他们谈判，没有别的公司可以去，没有创办人替他们出头，他们只有脸书社团 TSMC 大小事可以爆料。我最后给你一句话：对岸折电路是为了活下去，家里折红利是为了满足董事会外资 ESG 跟一份24亿的薪酬。2个都叫 folding， 一个折出了技术的新可能，另一个折出了9.1万工程师的失望。韩国的工程师用工会跟罢工证明了卖干的人也可以有议价的权利。台湾的工程师还在等一个愿意把他们当资产，不是当开销的董事长，等一个容许工会存在、容许对等谈判的制度，等下一个张忠谋。但是各位同学，张忠谋今年94岁了。而下一个5月25号还会来，对岸还会端出新理论，神山还会面对新的挤压，工程师还会在脸书社团写下一个毫无诚信可言。护国神山，你的肝在谁身上，你的心在谁身上，你心里有数。那9.1万个股多久啊？唉，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 TikTok 那边 Turing 跟 Kate 的抖内，还有 Tony 的抖内。来，我们的那个狗皮膏药已经贴出来啦，微信支付、支付宝，然后绿界等等等等，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同时要跟大家讲的是，来，最后又到了投票时段，今天搞了快2个半小时的直播呢。各位如果觉得内容好、讲得好的话，请按1；如果觉得内容好、讲得不好的话，请按2；如果觉得内容不好、讲得也不好的话，请按3。我们来看一看投票状况怎么样。来，谢谢这个，记得大家还是要按赞。谢谢 MXO， 也谢谢这个什么照。每次都懂大的，了不起。这个也谢谢这一位这个 R X G
说谢谢朱大直播分享有趣时事。PXN， 这是第一位新同学。然后来，也谢谢叉叉明，谢谢你的抖内。好啦，各位，今天直播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那我们要把我们的投票这个结束，请各位看一下结果啊。你觉得台湾周一股市是怎么样？68%的人投大跌，15%的人投小跌，9%的人投大涨，8%的人投小涨。好了，你开心就好，你开心就好，好不好？那各位，今天直播夜深了，时间也晚了，请各位好好的这个跟各位说拜拜，拜拜。